前阵有朋友问会不会拍那个新的 TK 无名啊？当时真以为没去预购，还在想要不要吃个线啊，因为看大家反馈都不错。结果无意间在翻那个 UV 的小程序的时候，发现我竟然订过这个东西啊，所以就赶紧去补款了。好在呢没有拖太久啊，最近还是顺利到货了。这次是小亲爱的各位老铁们，大家好啊，久等了。今天咱们一起来拆箱分享一下全新的 TK 无名。The whole world's watching every move. Take your shot, don't act a fool. All you got and all you need is one more to take your head. Ain't nobody gonna say what you do.距离上次我们讲 TK， 我感觉都有差不多2年的时间了。与3A时期印象中那个 TK 其实还是有较大不同的。这款产品的话，同样在设计上与最开始的 TK 是大相径庭的。先看这个包装部分，风格同样比较简约简单。它这个峰会有点那个逼死强迫症的意思啊，并没有放到正前方，而是以一个比较飘逸舒展的动作横跨了2个截面啊。盒子本身比较厚实的，这个质感还是不错，不会特别复杂啊，走的还是那种简约的风格。这内部封套很对味啊，无名的一个形象加上这个机头。主体部分这个个头要比我预想中的大了不少啊，或者说它更加强壮、更高挑。这原因呢，一部分是本身这个素体就会偏高大一些，再一个呢，它这个鞋子底部能看到有那种仿照木屐一样的增高，还有呢就是冲天这个发型啊，观感上也是进一步拉高了它这个身形。整个着装风格上还是费度风结合着一些日系元素。上身有大片这个胸甲，写着无名2字啊，这部分是塑料材质，但是做出了比较厚重那种绣痕，涂装效果还是蛮好的，比我预想的更贴合一些。我之前看官图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位置好像一个那种铁桶一样的感觉啊，会更厚重啊，但实际的观感上我觉得还是比较修身一些。布衣方面实际还是有一些时尚元素的，结合了一定偏日系的风格。上身这个外搭类似于武士风或者说镇宇之那种感觉，下身的话是一个堆叠的很宽松宽大的裤腿儿同样是有仿照武士穿戴那种形制。外侧呢有2个垂下来的像裙摆一样这种造型这就进一步的凸显它下身这种蓬松的感觉。这次鞋子的话，同样采用了真实布艺的这种材质，仿皮的效果。它这个绑带绑的还是比较豪放的啊，不仅仅是鞋带，从脚底到脚背也有这个绳子缠了好几圈。当然，这个鞋的造型，我觉得并非是所有玩家都能接受的，因为它外观部分更像是一个皮鞋。鞋底又做了2大块像恨天高一样的实际是仿照木屐的那种形式，照比正常的木屐更厚很多。不过呢，增高效果和全身去搭配的话，我个人是能够接受。然后就这个产品的做旧表现啊，我觉得在 UV 自己产品中，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相比于上次我们聊那个机器怪，我觉得可能还要更好一些。整体做旧是比较自然的，而且这3块吧，铠甲、上衣还有下身做了不同的一个感觉啊。前胸仿金属的这块材质就不多说了啊，锈迹刻画呀，包括那种油漆剥落呀，边缘处的质感整体都不错。虽说并非是真实金属啊，但是肉眼观感上是没什么区别的。外侧这个小的厂衣旧化感觉有点像那种水洗的效果，在下摆还有袖口这里颜色会更浓重一些，这个看上去还是比较舒服的。下身的话，材质表现上要比上衣其实会更粗一些，像是那种牛仔布，更加斑驳。当然因为它自来的这个色彩或者说设计就会更花一点，
所以旧画看上去并不会特别明显，就做了很多这种甩上去这个泥点啊、点点的效果。然后就是头雕部分的一个表现啊，也是在开定之初争议比较多的一个地方。会员版的话是一个双头雕，两颗造型都是这个像佐助一样的这种发型啊。实际上以前的那个 TK 就会有一些玩家自己去滴火影忍者的一些角色，当时觉得蛮有趣的。这款用这个发型也不会违和啊，我自己觉得 OK。面雕部分的话，两颗头差异会比较明显，普通的形象下写实感更多一点。最开始我个人也是不太适应这种形式的啊，但实际拿到实物的话还可以啊，我觉得还 OK。睁眼的造型，这个眼神刻画，包括整个气质上，我觉得和全身还是搭配的啊，没有什么大问题。另一颗头的话，面雕部分就更加符合原始的这个 TK 的一些设定，眯眯眼儿，风格上也更加写意。但无论哪颗头雕啊，和最开始3A 时期的那个 TK 还是大相径庭的。风格上从一个那种娃娃脸啊，圆润一点的造型，变成了有棱角一些的青年感更强的一种形式啊，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然后这个头雕的替换上，我不知道是不是个例啊，直接拔下去的话，它这个双段球冠会连在上面，就连在这个头上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取下来有点难度的。如果你也遇到这个情况的话，拆卸时候要注意不要刮花这个人物的脸。和头部搭配的还有一个造型很传统的这种喉轮，虽然说是塑料材质啊，但是质感上同样的很接近于金属。翻过来画，内部能看到这种朱漆，还有呢磁吸结构，直接对应这个人物下巴吸附就可以了啊。这个是个很好的想法。写实日甲的话，这个位置都会采用那种绑绳，操作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和这个正常的头搭配的话，我自己觉得会有点憨啊，但是和这个会员头这个造型去配的话，我觉得就会有更好的一个修饰。这样去看的话是帅的。然后手型啊，6枚都是手套造型，半截这个手背颜色刻画、造型刻画，这个都是不错的。和全身搭配的话没有问题啊，这个手型刻画都不错。武器搭配上同样借鉴了传统日风，铁锁结合着钩镰，刀这一部分都是塑料材质啊。这个链子给的很长啊，金属材质，而且做了很浓重的这个锈迹涂装，这个跟真铁锈了区别不大啊，这个效果蛮好的。主武器的话是一个长柄的，像是这个直刀的一个造型啊，叫第6之剑天下啊，像是怪物猎人里的那种武器的名称，带有一定科幻的感觉啊。它外层缠绕着2根电线，涂装效果上同样是侧重那种金属锈迹的感觉。材质的原因，你上手的话多多少少会觉得有点轻啊，就现在的这些冰人的武器都比较卷嘛。能用金属的话，质感肯定会更好一些。然后是这个最大的配件，一个残破的半截不到的机器人啊。TK 这个世界观下的机器人是很相似啊，虽说只剩了这么一段啊，但是也具备一些可动关节啊，这个头部可以转一转。大粗管的底端可以和主武器进行联动，供电的设备一样。机器人后背处也有一个大的磁吸，对准人物的后背吸附就可以了。这个机器人实际很沉啊，背好之后基本上就很难自立了，站姿向前倾一些，以求一个更好的平衡性。但是日常去摆放的话，还是不建议长期这样去打。它这一套应该去给一个地台和支架的。总结一下啊，新 TK 给我的感觉上是很帅、很酷。相比于 UV 更早一点那些 TK 呢，这款无名整个设计语言会更加成熟，而且会更大胆一些啊，在做旧效果和整体造型上都更加出彩，并且呢和这种日风啊武士风格的元素融合的更加彻底。实际 UV 最早那个 TK 同样是走日风路线啊，但是和整体服装去搭配的话，还是会觉得有一些割裂啊。这款无名的话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啊。
哪怕它单独一部分，像这个鞋子太奇怪，但是融合到一起的话是比较舒适的。这一点和3A 时期那些 TK 其实是相似的。很早那些 TK 你单独拿出一部分去看也会觉得很奇怪，但是你把它合到一起去看挺舒服。这款的话在这方面是异曲同工，但是风格上呢还是完全不同啊。新的 TK 帅得更彻底，更接近日漫中的那个形象。如果能都按照这个思路、这个风格继续去做，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设计。槽点的话，主要就是没有支架。如果不给这个人物一个支架，也能理解。但是我觉得这个机器人多少可以配一个小一点支架，以方便单独展示。总而言之呢，新 TK 和现阶段 UA 的 WWR 还是不一样的啊。现在 WWR 其实是更回归于本源去走曾经3A 那些造型，新 TK 的话就完全新的思路、新的造型、新的人物、新的故事。从无名这款产品来看的话，我觉得是能够打动我自己。后面也真心的希望能多出几个其他形象和无名组个小队啊，共同摆放一下。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